有时候不能用亚洲的思维模式去跟他们相处，他们稍微就是比较做自己一点。意大利餐厅的汤跟我们所认知亚洲的那种热乎乎的汤其实是差很多的，它就像一道菜，你就这样吃，还很喜欢临时的改站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公车就是还蛮烦的。有一个 app 我觉得还蛮好用。Hello， 大家好，我是 Sonia。这个影片对于即将要来意大利，不管是旅行、留学还是工作的人都会非常的实用哦。我会提到有哪10点是必须要先知道的。非常多人都私讯我说啊，我要来意大利，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准备什么，然后这边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那样，会不会这样，我就会觉得啊，我拍一个影片来给大家一点方向。意大利的不管是国情还是文化，还有饮食，真的都跟台湾非常的不一样。当初也希望有人可以拍这种影片，告诉我该怎么办，就不会这么的慌张。那以下呢，纯属主观的想法，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就是给你们参考一下。开始之前记得要先订阅我的频道哟。相信如果现在看影片的你有来过意大利，应该会蛮有共鸣的。意大利从南到北，每一个地区人的风格都差很多。就我们常常听到南部的人都比较热情，可能在路上就会一直跟你聊天，跟你讲话。然后像米兰或者是威尼斯这些地方，就会稍微的冷漠一点点。就是比起南部，意大利人真的跟台湾的个性差很多，所以有时候不能用亚洲的思维模式去跟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步调真的比较慢，然后比较悠哉，享受生活。所以我在这边呢变得非常有耐心。餐厅或者是咖啡厅，其实他们稍微就是比较做自己一点。所以在这边呢，如果有比较混乱的场合，或者是服务生在那边走来走去、飘来飘去，过了很久很久才来帮你点餐，其实都是很正常的。这里的人呢，俗称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处理事情都会一步一步来，然后比较慢，并不会像亚洲人就是想要一次就是做很多事情。所以如果你在这边有想要办事情、寄东西或者是做任何手续的话，都要预留一些时间。他们很喜欢就是在你在办事情的时候聊天，邮局的人可能就会跟隔壁的人聊，然后你跟他说不好意思，他还说等一下，等我讲完。然后这边并没有就是客人最大这种观念，如果你对他表达你的不满的话，他甚至可能会跟你就是杠起来。那也不是每一个餐厅都这样啦，就是很看人，但是也相对的这边的步调慢，所以旅游起来就很悠哉悠闲，很自由自在。意大利有很多地区都是古城，所以他们的地板会非常的崎岖不平，然后走路的时候呢，如果你是穿细高跟鞋，你可能跟就会卡在那个缝里面。所以我建议呢，如果要来的话，记得要带好走的鞋子，真的，因为在意大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一直走路，上坡下坡都要走。女生呢想要拍照，想要穿高跟鞋美美的，男生想要穿皮鞋，优雅的皮鞋，建议呢还是可以在包包里面放一双比较轻便好走的鞋，如果脚痛的话可以换。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废话，但是在这边真的很需要非常舒服的鞋子。拉行李的时候跟骑脚踏车的时候真的会蛮崩溃的，就是真的是会觉得那整个脑浆都在震动，因为路实在是太崎岖了。意大利餐厅的汤跟我们所认知亚洲的那种热乎乎的汤其实是差很多的。他们的汤呢，像是 Papa al pomodoro 或者是 ribollita， 就他们会用很多的蔬菜或者是番茄去炖成像泥，然后可能会放一些豆子之类的，它就像一道菜，你就这样吃。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喝到汤，其实有点难，你可能要去亚洲餐厅，或者是超市买那种泡的粉，或者是自己从亚洲带粉过来。很多人问说，那有没有什么鲜菇浓汤、奶油浓汤？没有这种东西，那个不是意大利菜。接下来呢，我要来分享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关于交通。这边的公车呢 ，Google 的时间根本就不准，常常呢，你看时间说3分钟来，结果你等半天，怎么没有来？你决定要走的时候，公车就突然从你前面咻一个就开过去了。然后他们还很喜欢临时的改站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公车就是还蛮烦的。有一个 app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推荐给大家 Moovit Move IT 这个，它点开了你就可以看到，它会让你输入你要去哪里，然后它会帮你显示哪一个公车现在在哪里，然后几点到哪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至少这个会比 Google 的时间准很多。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搭公车，记得要到 Tabacchi， 就是烟草店去买公车票。你上车记得要打票哦，没有打票的话，如果你刚好遇到查票员来查你没有打的话，你就会被罚钱。不管是国铁、高铁还是一般的公车，他们都超爱罢工的，而且他们的罢工呢还会事先跟你讲
他们会说哦，我们几月几号会有秀培咯，就这个字很重要。如果你有看到秀培咯，就是表示他要罢工了。然后那天可能就会某一段时间就不会有任何的车会开，就算开了，可能也会班次非常少这样子。排行程要大点移动的话，可能就不要挑在秀培楼的时候。关于计程车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里的计程车不能在路上拦。对，我常常看到有旅客也就招手，然后计程车就从你面前很无情的开过去。那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计程车招呼站，或者是你要用 App， 就是可能 APP Taxi 这种 App 去叫车，然后在路上拦。如果我现在司机刚好没有载人，觉得哦好吧，我就载一下你好了，他们会停。可是基本上他们会觉得你拦车有点奇怪，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观念。要搭火车的人可以用 Italo 的 App， 他们会不定期推出优惠，我觉得还蛮有用的。Plan IT， 对，这个里面呢，它可以查到很精准的你现在要搭的火车，它会在第几月台，然后几点进站，几点到哪一个站都查得到。因为有时候他们火车会延误嘛，那如果你去官方网站可能没有那么及时的更新，可是这个 App 呢，它还不错，对，就是推荐给大家。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 coperto 的东西，它就是叫做桌费，也是所谓的服务费。然后呢，面包是不用钱的，面包如果他们没有特别付，你可以跟他要，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忘记。然后通常你在餐厅就会有人过来说，哦，你要不要喝水？那你只要跟他说我要水的话，这个水一瓶都是要算钱的哟。你可以选 naturale， 就是没有气的，或者是 frizzante， 就是有气的。他们并不像其他欧洲国家，可能都是给你那种 tap water。在意大利呢，大家吃饭的时间很晚，都可能7点半之后，甚至到8、9点才吃晚餐。所以如果在下午会饿的话，可以先吃一下 aperitivo， 或者是先去买一点东西吃，这样才不会肚子饿。餐厅基本上都不太会限时间，就是他们都会吃的蛮久的，蛮重视吃饭这件事情。意大利呢，并没有像台湾 Seven 24小时营业的这种便利超商，怕晚一点肚子饿想要吃什么，记得都要先在超市买好哟。电器，如果要从亚洲带吹风机或者是电卷棒或者是其他电器这一类的产品，记得要准备变压器哦，不是只有转换插头。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没有带变压器，所以他们的电器用品一用就烧掉。这边的话都是220伏特的，然后在这边他们的那个插头的孔有分2个孔、3个孔，大孔跟小孔，这个都要搞清楚。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买那种万国通用的那种万能变压器就可以了。个人的药品也要备足，就是如果你有任何肠胃不适的药，都还是先把自己习惯的带来会比较好。那其他东西我觉得这边基本上都买得到啦。对啊，其实像亚洲的食物这边也都是买得到的。意大利的3C 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发达，这是连我所有身边的意大利朋友都告诉我的。就是很多老房子嘛，第一里面讯号很差，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设 WiFi， 可能就是要修身养性，过一下没有网络的时光。然后他们很多的 App 的界面也不是到这么的方便使用，他们就是很享受生活，步调很慢，所以他们相对的对于科技的这些 App 的发展，并没有像亚洲这么的便利。我上次有个意大利朋友，他还开玩笑说，意大利的3C 跟我们所认知的3C 是不一样的。Buongiorno Francesco. Hai detto in Italia ci sono 3 C, sì? Cica e cacca. Ok, va bene. 是意大利人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以我在这边住了好几年的经验是，如果遇到很多问题，还是要自己打电话。即便是夏天，可能到太阳下山之后还是会起风，会蛮凉的。而且这边真的是说下雨就下雨，可以在包包里面备一只小伞，然后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太阳很大可以遮阳，因为这边的热是干热，被太阳晒到会痛，所以可以准备一件防晒外套。然后在入夜之后呢，也可以就是保暖用。薄外套丢在包包的最上面，还可以防偷。随时警惕身边的人。我之前在欧洲10大防偷技巧就已经详细的介绍说他们都有怎么样的偷窃手法，随时保持警惕，警觉心开到最大，防偷技巧准备起来。要在这个影片再强调一次，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比方说你看到地上有人摆那个画，不要踩到。如果有人要绑你性命手环，你不想要的话，你就不要跟他讲话。就这一类的事情，你要很注意哦。这边很多的 B&B 呢都是没有电梯的，然后楼梯很陡又很窄又很小，所以如果你有大行李觉得一定要有电梯的话，记得在订饭店或 B&B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有没有电梯。不过他们的电梯也是比较老式的那一种，就是可能要自己手动把外面的木门打开，然后里面的门推开，进去自己全部关起来，然后很窄的那种电梯。对，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特别注意。好的，我觉得我差不多都分享完了。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在留言区问我，我可以一一为你们解答。那希望
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们一点小帮助，然后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心理准备，好吧？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再帮我按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